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谭健次303韩猛黄晓明，一场泼水游戏背后的高情商综艺博弈。2025年6月24日，你好星期六的泼水特辑直播现场，谭健次突然凑到黄晓明耳边大喊一声303，这一刻不仅惊呆了黄晓明，也瞬间点燃了全场观众的情绪。这一简单却精准的喊话操作，堪称年度综艺的高光名场面，也悄然揭示了当代艺人在综艺舞台上如何借助幽默、文化符号与高情商完成一场精彩博弈。303这个暗号源自2019年中餐厅第3季黄晓明的名场面那句"我不要你觉得，我要我觉得"的名学经典语录，早已成为网友文化中的象征。而303则是黄晓明在节目中强调流程编号的场景编号，已被网友玩梗多年。多年后，谭健次在镜头前精准复刻这段集体回忆，不仅是一次致敬，更是对网络文化、综艺感和与前辈互动技巧的灵巧运用。更妙的是，谭健次选择喊303的时机可谓恰到好处，一边自称紧张，一边突然炸场，形成极强的戏剧反差。这一招既显示了他对黄晓明的熟悉和尊重，也在笑点中打破了代际壁垒。对新生代艺人来说，如何在不冒犯的前提下与资深前辈制造综艺火花？这场303喊话无疑是一次教科书级的高情商示范。不过，真正让网友印象深刻的还远不止这一喊。在随后的泼水游戏中，谭健次尽管起手气势如虹，却连输5轮，彻底变身反向王者。他从震惊到无奈再到淡然的表情管理，不仅毫无包袱，反而不断自黑。一句要用一生治愈这场打击，直接戳中观众笑点，也让他的综艺魅力全面释放。而施发造型则成为压轴名场面。5次落水后的谭健次，狼狈却不失帅气，施发贴面，眼神带笑，被网友戏称出水芙蓉，被高情商和高颜值反向暴击的男人。在这个以表情包和社交图为主流传播形态的时代，这样的画面既制造了视觉冲击，也提升了节目热度，极具传播潜力。从303喊话到5连败，再到视觉名场面，整场泼水游戏看似随性欢乐，其实每一环都暗藏巧思。这不仅是一场综艺上的即兴表演，更是一场关于自我定位、文化共鸣和公众沟通的策略展示。谭健次没有用刻意的人设去取悦观众，而是在笑点与真实之间把握住了综艺的分寸感，把娱乐做得刚刚好。这场表演的成功，也从侧面揭示了一个问题：在当今综艺节目频繁爆梗、流量为王的环境下，艺人如何通过高情商互动脱颖而出？谭健次的表现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方向，用文化符号建立连接，用自嘲打开话题，用表现力承接现场，用真实感打动人心。回看谭健次近几年的综艺发展轨迹，他已经逐渐从具抛脸型实力派演员，过渡为综艺圈里兼具内容感和观众缘的优质常客。他不靠强硬输出，而是用温柔的态度、精准的互动和对观众心理的拿捏，一次次让人留下深刻印象。所以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失身又出圈的综艺名场面，更是一位新生代艺人如何在嬉笑中表达敬意，在失败中赢得喜爱，在游戏中写下智慧的一页。谭健次用303打开了一扇门，也许以后我们能在更多的舞台上看见他将情商与才华继续融合，走得更远。